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汪兔环游记，我是老刘。上一期节目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几种适合酿造冰酒的明星葡萄品种，并且探索了这种特殊的冰酒葡萄汁形成的科学原理。这一期我们将带大家走入田地，在冬夜寒冷的葡萄园里进行一场甜蜜的冒险，看看果农和酿酒师们为了酿造出优质的冰酒是如何采收、压榨以及如何防冻防鸟。让我们现在就出发吧。第三，冰葡萄的采收，冬夜里的甜蜜冒险。冰酒之所以被誉为葡萄酒界的液体黄金，它的独特甜美和高雅风味离不开一个关键环节，那就是葡萄的采收。与普通的葡萄酒采收葡萄不同，冰酒的葡萄采收不是在秋高气爽的丰收季，而是在寒风刺骨的冬夜。这不仅是一场与自然的博弈，更是一次高风险的甜蜜冒险。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冰酒采收的那些事儿，看看这些冻得硬邦邦的小果子是怎么变成奢华的美酒的。我们前面介绍过，加拿大 VQA 规定，采收必须在11月15日以后，温度低于零下8度才算合格。当气温在11月15日以后气温降至零下8度时，冰酒的采收正式开始。当每年11月15日之后，酿酒师就得每天盯着天气预报，挑一个寒潮夜开工。太早不行，比如果当地11月15日出现了极早的霜冻，尽管此时的葡萄产量较高，然而由于此时葡萄尚未经历葡萄挂在藤上时发生的显著的物理和化学变化，也未经历多次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冻融循环，因此使用这些早采摘的葡萄酿制的冰酒，其风味复杂度不如12月至1月采收的葡萄所酿的冰酒。每个酒庄的酿酒师都会根据当地的气象预告和自己对冰酒风味的要求，等到温度更低时再进行采收。温度越低，酒液中的萃取物含量就越高，风味就越饱满，香气也越浓郁。但是如果等到太晚，出现了暖冬或早春无法再遇到零下8度的情况，那就会有极大的风险。当然，这也会因为自然原因出现这一年采摘非常晚的情况，比如厄尔尼诺年份的1998年或者2001年。这是因为全年经历暖冬而无法等到零下8度或更冷。当采摘时间在2月或3月时，葡萄通常脱水严重，这些果实经历了大量降雨，此时许多葡萄已经掉落到地面，或者被野生动物比如鸟类、鹿、狼、熊等吃掉，此时的采收果汁产量就非常低。冰酒葡萄的采收通常在深夜或凌晨，天还没亮，温度最低，工人裹着厚衣服，戴着手套，在零下10几度的葡萄园里开始忙碌。冻葡萄手工摘的小心翼翼，一串串剪下来放进采摘箱。手工采摘能精确选择冻结完好的葡萄，避免葡萄损伤，而且手工采摘不受地形限制，适合坡地或小型葡萄园。在尼亚加拉断崖周边的小型葡萄田，手工是唯一的选择。缺点不言而喻，那就是冷。再一点，手工采摘的果汁可能含有更多的杂质，比如碎叶、果梗等，需额外澄清步骤。不过现在机械采收也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地形平坦的大葡萄园。机械采收利用葡萄收割机摇晃葡萄藤，让冻葡萄通过网格掉下来。在零下10度以下，葡萄可以像弹珠一样轻松穿过网格，干净又高效。机械采摘的好处是速度快，能抢在短暂的低温窗口把葡萄收完。而且机械采摘的冷冻葡萄能够提供更清澈的果汁，并且含有较低水平的不溶性颗粒。这是因为收割机的吹风装置能清除落叶和断裂的果梗，减少杂质混入果汁，这对后续澄清和发酵非常有利，成品酒更纯净。当然，最大的好处还是节省人力成本。
不需要大量的工人在零下10几度的寒冬夜晚辛勤劳作。不过，机器采摘也有缺点，约10%的葡萄会掉落地上，留给野鸟当了点心。4. 冰酒果汁的压榨。冰酒酿造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压榨出最甜美的果汁。冻结的葡萄会在极端寒冷的环境中直接进行压榨，通常是直接在田间进行，以确保它们不会解冻。葡萄在仍然自然冻结的状态下进行压榨，在压榨过程中，大部分的葡萄汁中水分仍然保持冻结状态，只有少量甜美浓缩的果汁从每颗葡萄中缓缓流出。如果葡萄在压榨过程中回暖，果汁就会被稀释，从而影响冰酒的品质。因此，必须严格监测果汁的糖度，以确保最高品质。压榨过程中，酿酒师全程监测压榨温度和瞬时压榨果汁的糖度，并在果汁开始稀释时立即停止压榨。这种稀释现象是由于压榨过程中摩擦产生的热量融化了部分冷冻的葡萄所致。几乎任何能够提供足够压力的压榨机都可以用于压榨冷冻葡萄，但不同类型的压榨机会影响果汁的质量。通常酒庄使用2种压榨机，一种为水平气动压榨机，这种压榨机采用充气囊，其沿着中央轴贯穿整个压榨机。当压榨机装载葡萄时，气囊处于塌缩状态，紧贴中央轴。当需要压榨时，气囊则会在网笼内膨胀，将葡萄压向网笼内部的穿孔壁，以挤出果汁。这种压榨机虽然力度大、效率高，但是会产生较脏的果汁，含有更多沉淀物。而没有活动部件的篮式压榨机则能够提供更干净的果汁。这种传统的压榨机因为体积轻便，能够灵活地在田间直接作业，而至今仍然受到大多数酒庄的青睐。5. 防止鸟类的捕食，冰酒葡萄的保卫战。在尼亚加拉地区，鸟是冰酒葡萄的最大天敌。通常从12月初到圣诞节期间，安大略省主要捕食冰酒葡萄的鸟类是椋鸟。这些鸟食欲较小，而且它们本身并不喜欢葡萄，尤其是冰冻了的甜腻的葡萄。它们更喜欢植物的种子和昆虫作为食物。因此，在秋天普通葡萄采摘季节，无论是酿造普通葡萄酒的葡萄，还是人类食用的葡萄，鸟儿从来都不是果农们考虑的因素。然而，加拿大漫长而寒冷的冬天使鸟儿失去了它们最喜爱的食物，从而迫使它们寻找替代食物来源。此时的葡萄就变得极具吸引力。在冬季的后期，由于几乎没有可供椋鸟觅食的食物，成群的椋鸟可以在短时间内吃光一大片葡萄园的果实。为了保护珍贵的冰酒葡萄，防护网成为了每一家酒厂的必须措施。当我们探访冰酒酒庄的时候，每一家酒庄的冰酒葡萄园都会有这样的防护网罩。防护网必须足够长，以便能够固定在葡萄藤的树冠下，防止鸟类从下方进入葡萄区域。网眼的大小也是保护葡萄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安大略省目前有相当一部分葡萄采收是使用的机器采收，因此网眼的尺寸必须足够大，以便葡萄果实能够落下。但是网孔又要足够小，以防止积雪覆盖到葡萄藤上的防护网。鸟儿会站在雪上，并通过网孔啄食葡萄。理想的网眼尺寸为2.5厘米见方。我们在有些酒庄旁边还看到了这样一些酿啤酒时糖化过后剩下的麦芽，这可是小鸟们最喜欢的美食。精酿啤酒产业在安大略省十分发达，几乎每个区域都有他们自己的精酿啤酒厂。这启发了人们一个有趣的反向思考：与其完全防止鸟类觅食，不如在冬天为它们提供替代食物来源，这样既能保护葡萄，又能帮助小鸟度过寒冷的季节。在冬天，啤酒庄糖化后的麦芽可以摆在户外距离葡萄园近的地方的避风处，或者靠近树木或灌木，让小鸟有安全感，可以安心大胆享受它们的美食，同时避免积雪覆盖。这也将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自然食物链的圈圆了起来。第6，防止低温冻害。
冰天雪地里，让葡萄藤也能暖暖的过冬。在尼亚加拉半岛产区，虽然因为湖泊效应，极严酷的寒冬不是经常遇到，但是冬季低温还是可能对葡萄藤造成伤害，尤其是一旦气温降至-20°C以下时，葡萄藤就容易受到冻害。为确保葡萄藤安全越冬并维持产量，酿酒师和果农们就会做出各种防冻措施。这不仅仅是种植用来酿造冰酒的葡萄，而是在加拿大这种寒冷地区种植所有葡萄都必须具备的技能。那么酿酒师们使用的抗冻方法都有什么呢？它们背后的科学原理又是怎样的呢？首先，最普遍的使用方法就是使用风机。当天空晴朗、风速微弱的时候，由于地面上的热量以辐射能的形式散失，这就会出现温度逆转的现象，也就是地面温度比天空的某一个高度的温度要低，使得热量从地面向天空散失。尤其是在晴朗的夜晚，失去太阳照射的葡萄园或农田散发出的热量会多于它接收的热量，因此地面和空中的温度差进一步拉大，从而温度急速下降。在寒冷的冬夜，种植者就会使用风机循环天空上方的暖空气，以提高植物生长区域的温度，从而防止细胞冻结和冬季损害。另一种抗寒的方式就是针木管理。针木管理在北美是种植葡萄时一个超实用的技巧，尤其像在尼亚加拉这样冬天寒冷的地方特别重要。简单来说，针木管理就是给葡萄藤找个靠谱的脚底板，也就是根部的那部分叫针木。欧洲主流的葡萄品种，比如赤霞珠、梅洛、黑皮诺和雷司令等主流葡萄品种，也就是 Vitis vinifera， 它们的抗寒能力和被一种叫葡萄根瘤蚜的病毒，学名叫 Phylloxera vastatrix 昆虫的抗害能力都非常弱，也就是说，它们很容易被冻坏或者被虫害感染。这种昆虫同样产于北美洲，因此北美洲本土的葡萄品种学名叫 Vitis riparia 和 Vitis rupestris， 它们对于寒冷和这种葡萄根瘤蚜昆虫都有很强的耐受性，被誉为抗寒小钢炮和抗根瘤蚜的天然盾牌。它们甚至能够抵抗-40°C的严寒，但是它们的果实又小又涩，根本无法用来酿造葡萄酒。可是聪明的种植者们把欧洲的主流葡萄品种嫁接在这些针木上，这个根部英雄使葡萄藤站稳脚跟，抗寒抗病，还能适应不同的土壤和天气。换上它以后，葡萄藤就能挺住霜冻，打败根瘤蚜，甚至在沙地上、粘土里都活得很滋润。而针木管理对于冰酒葡萄的采收更是至关重要，因为冰酒葡萄的采收要等到寒冬到来以后，这需要保证葡萄在冰雪中和低温中也不会被损害。在尼亚加拉，针木管理不仅是技术活儿，更是让冰酒葡萄挺过寒冬的生存秘技。还有一个防冻的方法就是智能灌溉。在有些年份，冬天遇到极寒，或者早春遇到霜冻损害的风险，这时种植者们不仅使用风机，还会采用灌溉来防止冻害。灌溉的原理基于凝固潜热这一热力学特性，水在0°C时可以同时以固态和液态存在，因此当水温随着地面环境温度下降时，直到达到0°C，然后开始在结冰时保持0°C，不会再下降，直到所有水分完全凝固之后，温度才会继续下降，直到达到环境温度。此时环境温度可能已经远低于冰点，水在冻结过程中释放出79.72卡每克的热量，这就是凝固潜热。这些热量会保证葡萄藤和葡萄芽的温度在0°C，但中心不会结冰。正如之前所解释的，低温对植物的伤害主要是通过在植物细胞内部形成冰晶来实现的。当细胞周围开始结冰时，细胞内的水分就会流出，并且在细胞外不断生长出冰晶。但这一过程只会造成细胞短暂失水，而不会造成永久性损伤细胞。因此，如果气温预计在短时间内降至冰点以下，
种植者会在植株表面喷洒水，使其冻结，这样可以保持葡萄芽的温度在0°C，但中心不会结冰。保护的时间可以通过使用洒水器来延长，使芽的外部保持液态和固态同时存在。然而，如果温度在冰点以下很多，并且持续较长时间，那么这种策略将不起作用，最终所有的水都会被冻结，植物本身也会被冻结，然后温度降至环境温度，导致葡萄芽或葡萄藤受损。这时就只能使用风机或其他方法来防止冻害了。下一期节目，我们将带大家从田野进入酒窖，了解一下酿造冰酒最后一步非常重要的工艺——发酵工艺，探讨一下冰葡萄汁取出来以后是如何从甜蜜的果汁变成黄金液体的冰酒。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关注、评论，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